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没有错，看到这个高富帅的样子就知道，我这次也是使用的是高精灵。没有错，高精灵外表真的好看呐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方这次使用领主不一样了，不再是一女王两贵族的搭配方式，这次使用的是白狮阿拉斯塔，他是一个破甲反步兵的领主。因为他骑乘的是战车啊，所以反步兵能力会非常的卓越。那这次的对手呢，是这边等等会介绍到，是混沌勇士。那后面带了一队龙骑王子精英版本，那有用过就知道，非常的好用，但是也非常昂贵啊，谨慎使用，好好的使用。那这边前面带的是查瑞斯的白狮，总共1、2、3、4、5队，其中一队是精英版本，然后后面放了一堆鹰爪弩炮，没有错。这一次我方的配置会很简单，然后这边就是非常关键的单位，3队的战车，主要是它有着破甲反步兵能力，因为对手这次是混沌勇士，混沌勇士就是一大堆铁罐头啊，一大堆高防御的角色，要用箭矢射穿其实比较吃力。虽然说可以带阿瓦隆姐妹，但是对方一定会带炮兵，这种有炮兵，阿瓦隆姐妹一发下去、2发下去就直接蒸发了，所以我不打算用阿瓦隆姐妹，主要就是靠战车。利用它的速度去躲炮兵，然后尽可能的先斩杀对方的炮兵，炮兵非常可怕。这边看了那么久就知道，地狱炮，相信有看过上一集就知道，地狱炮这一发出去有多可怕。它这个攻击的能力非常的可观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对方领主使用的是费斯图，他是一个法师型领主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它是带一些纳垢型的法术，就是有个补血、爆炸等等之类的。好，这边看一下，另外一个是纳垢型的英雄，它也是骑乘战马，而且护甲高达120，非常的坚挺。然后攻击有带毒伤，会减少攻击力以及移动速度，这个是非常不好处理的。就是非常讨厌的纳垢组合。我们看一下对方的前排哦，基本上对方的前面也带不多，没有说很多东西啊。2队的神选者长戟版本，这2队就非常头大了。然后再是混沌勇士，然后还有神选者普通的版本，然后混沌勇士，然后还有一队神选者，基本上这样子交错下来就非常可怕。对我威胁最大的就是长戟版本这2队，因为龙骑王子打他也是危险，战车撞他也是危险，要在尽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要解决掉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进入战斗吧。刚开始虽然说双方都有炮兵，但是对方的炮兵明显比我方恐怖很多，这个是地狱炮啊！等等看一下对方的地狱炮会怎么射击吧。他先拉开的，他先重新编队阵型，这就可能想要打战车，结果战车先躲到掩体后方。有这种掩体真的要多利用，那步兵没办法，步兵要去躲就比较困难，所以就只能给他。好，对方竟然是朝着我方的龙骑王子开炮，这个是非常没有错的，这一定是正确的。结果竟然没有开炮吗？又在变换阵型，这个时候可能是想说要针对战车吧，因为毕竟这时候战车露脸了。好，我方的鹰爪弩炮开始攻击了，已经在射程范围以内咯。对方也差不多
要打步兵了。刚开始都在射程范围外，所以大家在开始迂回。好，看一下这一发下去，哇，大概20%的血量，痛，这一发下去就很痛。人家打的是我精英版本。好，我方的领主已经绕过对方的火焰炮的那个射程范围，现在从死角切入，他没有拉队伍去，然后这个法术也是放空喽。有对方的长戟兵要过来，但是长戟会输战车。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攻击，那鹰爪弩炮在点对方的长戟兵哦，然后这边前面就这样开始接线作战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术炸下来的攻击有如何。这一发炸下去有痛，这个有痛，非常的痛。然后我们这边开始在不断的斩杀地狱炮，地狱炮一定要尽可能的把它给歼灭掉。好，龙骑王子这个时候一个背后冲锋撞击对方的神选者，不愧是神选者，这个伤害基本是不痛不痒。不过对方的地狱炮也差不多，已经剩下不到一半。但是神选者又跑过来，这个主要是这个长戟，这个长戟对我威胁真的太大了。不管是骑兵或是战车，都是一样很可怕，非常害怕。啊，龙骑王子这时候往前拉去做一个背冲哦，去冲撞对方的神选者，让对方的神选者就是非常痛苦。基本上只要是步兵单位被撞屁股，那就是很难过。哪怕你是拿长戟的，你的屁股被人家撞，其实也是会开花。但是就是看你的操作。好，我们这边看一下另外这边的战场，这个长戟版本就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只剩下50%的血量。那这边战车不断的在冲撞对方的混沌勇士，然后这边给了一些那个治疗灵药去补血，对方的这个领主非常的讨厌，因为他有补血能力，所以会造成这种时间被拉长的画面，就像是在打纳垢一样。而且混沌勇士有着高昂的护甲，然后再搭配这种纳垢的领主，是非常好搭配，也非常的磨人啊！我坦白讲。然后我们这边再继续看一下这边神选者贴上来了哦，已经贴到这个龙骑王子身上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我要想办法在第一时间跑走。然后这边又一个法术下来，龙骑王子已经扣了非常多的血，只剩下25%左右，非常的不乐观。而且对方的地狱炮好像还，没有，对方地狱炮已经没了。这已经没有在做事，这已经没有血量，应该是已经歼灭，但是它模组没有消失。好，我方领主这边已经被围上来了，被对方的混沌勇士围住。不过混沌勇士其实为领主，我就觉得还好。好，刚刚这边一个冲锋下去，神选者其实真的叫没有什么不痛不痒。好，不过这边战车被冲就不一样了，战车被冲下去就很有感觉了。战车就是这样子撞下去，有个开口，然后就直接再逃走了。战车就是要这样子，尽可能的不要去恋战，不要撞下去过后，然后就在那边跟对方去肉搏，尽量不要。就是你撞过后，你要记得的，真的就要赶快走掉。战车很重视它的冲锋加成，它非常需要那个冲锋加成，不管是在伤害来讲，或是命中来讲。好，这边继续看下去，对方的领主血量还是非常多。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冲锋下去可以造成多少伤害。好，又放了一个法术下去，又在扣血，所以这个就非常危险，要先绕开。好，战车先撞了一下神选者。好，
这边撞一下就赶快要跑，不要被碾伤，而且后面的长戟又过来了。其实现在已经算是进入残局部分，因为我方单位基本上已经没了，但是对方还有2队的神选者，而且不要小看这个血量，不要说这一队好像剩没多少，不到25%，但是你这个战车只要稍微被碾一下，那个战车会直接蒸发，真的不骗人。神选者长戟版本在针对那些这种大型单位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致命打击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现在尽可能就是让一些单位去贴他，然后这有空档就要撞他屁股。长戟兵最怕就是被撞这样子，他只要不是正面去作战哦，你看对方的屁股这样子撞个几下就开花，然后就没了。长戟兵就是要这样子针对，用一个部队去拖住他，让他们在交战的时候撞他屁股。只要是被撞屁股，长戟也是没什么作用，真的是挡不住。只要被撞屁股就没了。啊，对方的领主血量还非常的健康哦，因为他可以补血，这是非常讨厌的状况。然后这时候我方又把单位全部拉走，尽可能拉开，因为剩下都是战车跟骑兵。战车跟骑兵就是不可以跟对方黏住，你要尽可能的去拉开拉散，然后找空档去冲撞对方。像这个时候，对方的绕单的单位，好，就是让战车跟骑兵这样粘上去，粘一下，然后粘了就赶快跑。尤其对方的神选者长戟版本又要过来了，好，对方这样放着法术去刮，就要尽可能的抓到。不过这种机动单位其实法术要放到，其实难度真的很高。那我方领主其实已经残血在后面，在森林里面躲着，等待有用的时候。然后这时候是一口气，我打算想说一口气冲，看能不能把对方的长戟兵给冲掉。只要长戟兵可以冲撞掉的话，那我方优势就很大，因为剩下混沌勇士，哪怕是普通的这种神选者，我都还可以接受。然后这边也放了一个法术，我方已经赶快先跑走了。对方的长戟兵还有不少的模组啊，还有19个模组，其实非常可怕。因为战车单位都是这边就只有2个模组，2个模组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是顺便撞一下，尽可能的去消耗。好，撞了就赶快拉开，不可以恋战，这是玩骑兵的最大的重点。应该说战车、骑兵有的时候可以再稍微交战多交战个2-3秒还可以接受。战车真的是能不要交战就不要交战，撞下去最好是很顺的撞下去，然后就一路走过去，然后去做反复的冲撞，然后这时候再开始再拉扯。好，我方开始加速，因为鹰爪弩炮也没了，然后之后看对方的领主血量很多，所以就尽可能的去消耗，然后这样反复这样子去拉开，然后对方一定会追，因为他不追我，他也没办法，他也不用做事。然后这时候就是尽量再去散一下，好，一口气撞过来，然后撞了就直接再拉开，好，拉开过后这样子再这样撞过去，有点像是导弹一样，这样子反复这样去冲撞。每次冲撞就像是在发射一次导弹，然后撞完就赶快跑，因为对方剩下没多少单位啦，就是一定要这样反复这样撞一下，好，撞到就跑。我这边再加速更快，因为基本上后面残局骑兵的操作就是这个样子。对方已经没有什么骑乘单位啊，对方现在是纯步兵的话，就是这样子跟他打。基本上残局这种状况下，骑兵跟步兵，骑兵优势会很大。
哪怕是对，没错，对方现在是数量跟我方来讲是有个巨大的优势，对方有巨大优势，但是不要慌，你就这样子慢慢的去操作它，只要他追不上你，没办法黏住你，优势就在你手上。因为这个时候的法师其实照理讲，那个魔法之风应该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应该已经没什么法术可以放。然后你就是稳住，就是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操作。虽然说你看我方现在战车血量都非常少，而且战力条对方还是有着优势，但绝对不要怕，只要还动了起来，那就是我方会有优势。好，对方的领主已经撞着已经要跑掉了，那这时候不要放过他，一直黏着他，不要让他有回头的可能。好，领主一击杀，那士气就崩盘，那就结束了。这一盘后面打的比较久，是因为残局真的打得非常的惨，只剩下这个3队战车，那领主那个血量基本上没办法做事情，他只要进去晚一下拉走，这个血量差不多就是直接蒸发，所以就是丢着巩固就好，不要让他死就好。那对方这边基本上骑兵很快就没了，所以纯步兵的话，在后期很危险。骑兵打步兵优势太大，尤其后期大家的操作就那几个单位而已，你能操作的范围步兵在后期能操作的真的太少。然后后期就是这样反复的拉扯冲撞，拉扯冲撞，然后最后就撞赢了，打成残局就会变这样子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